这是我们凤来仪研究出来的最新工艺。这套首饰的工艺倒是从未见过。回淑妃娘娘，这是用了细金和罗钿2种工艺制作而成的。不错，凤来仪确实有很多能工巧匠。谢淑妃娘娘夸奖。说起来，如意楼在京城中也是声名赫赫。 就不知道肃王侧妃要献上什么呢？这个胖青体又来抄袭这招。侧妃娘娘，该您了。芙蓉，既然上前，为何还不进献首饰啊？ 暂迪好不容易才定型，这下肯定又要重新弄了。都是我的错，你罚我吧。行了，现在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要是掌柜的在就好了。师傅，你记不记得师傅之前给我一个凤冠，他那儿应该还有发冠底。我们就把之前做的首饰叠在上面。 以螺壳珍珠片为花瓣，做成类似莲花冠的样式。本宫当如意楼有多么深藏不露，原来。 也就是靠这些花哨的物件夺人眼球罢了。不过，瞧这工艺，与我们凤来仪家的倒有些相似。说起来，我学这门技艺花了不少心思。不知道吉掌柜从哪儿学的？自然是有贵人相助。如此看来。 还是如意楼的细金工艺更为精细，罗钿技法也更为巧妙。这发冠上虽不少珍珠与金银，却是贵而不俗。这发冠乍一看，倒像是花朵的形状。回皇上，正是。皇上曾经写诗赞美莲花高洁，所以臣女就以螺壳为底。 金丝为边，银线为质，珍珠为坠，层层叠叠。这每一层的花瓣呢，都代表大禹的官员跟百姓。中间这颗最大的珍珠，代表的是大禹。愿大禹在皇上跟所有人的努力之下，生生不息，国祚绵长。你倒是有心，而且能言会道。陈司事，拿近点儿。 朕要看看。是。大胆芙蓉，竟敢以次充好，用这等劣质的珍珠来糊弄皇上！ 你方才还言之凿凿，是否都是具有讽刺之意啊？县主，端妃娘娘有事，让你去同西宫一趟。县主，奴婢还要去上福局送首饰。无妨，本县主帮你送过去。这……端妃娘娘的事要紧。 快去吧。
没想到傅荣居然临时更换样式，还好我有后手。皇上，娘娘，臣女所选乃是最好的东海珍珠，诚心竭力，绝无任何次品的可能。那这珍珠为何发黑？刚送进宫的时候还晶莹透亮。皇上，可否让我仔细查看？给他看。